固执老丈人被诈骗上百万要跳楼，我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下来后，又私底下拿出几十万让民警配合，说是追回的赃款，却没想到被八卦邻居无意间拆穿。而当老丈人知道真相后，不但不领情，竟还说：“哟，老唐，你咋还亲自买菜呢？你这阴阳怪气的，吃错药了。什么叫亲自买菜？你看你这脾气，多少年都不变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女婿那么有钱，还买什么菜啊？直接让饭店送不得了。”唐景松听得一怔，什么意思？你见过叶枫？当然见过，还去他家做了会呢。亏我们还是多少年的邻居，你闺女和女婿住进大别墅，又开着上百万的豪车，咋都不说一声？好歹我们去随个份子，凑点人气啊！唐景松听得心中震惊不已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就别装了。哎呦，那房子可真是太气派了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我真的特纳闷，你平时总说女婿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可是咋就一声不吭的把别墅买下来了？对了，听说你前段时间投资的那个厂黄了，我说你女婿买房子的钱，该不会就是那笔集资吧？唐景松听得脸一黑，投资被骗，本来就是他人生中最丢人的事情，都差点为此自杀了。赵香桃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偏偏还加上了叶枫。那房子的钱肯定是叶枫卖老婆换来的。唐景松是越想越气，他们现在住哪？赵香桃撇了撇嘴，老唐，你这装的可就不太像了啊！我就不信他们住的地方你能不知道？行了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又不会举报你，装啥啊？我装个屁！唐景松气得浑身发抖，愤怒地指着赵香桃：“你别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自己的钱都被骗了大半，哪来的钱给他们买房子？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抽你！”你抽啊！赵香桃本就因为那天的事情郁闷的不行，见唐景松一脸愤怒的样子，不但不害怕，反而冷笑起来：“你刚才说被骗了大半，怎么的？还有一部分回来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那些被骗的人1毛钱都没要回来，怎么就你老唐这么有能耐啊？还说什么不知道，装模作样。没想到你老唐平时看起来挺老实的，却是这种人。”唐景松听得怒火更盛，连派出所交代他不要把钱追回来的事情说出去都给忘了。谁说没追回来？已经追回来部分，按比例返给我们的，这是派出所的人都知道。你要不信，尽管去问。问就问，谁怕谁？我有个侄子也往里面投钱了，昨天还去派出所问呢，人家说姓廖的可能逃到国外的，钱也通过特殊渠道转出去了，根本不可能追回来。你胡说！唐景松更气了，明明派出所说了钱追回来部分，赵香桃一定是在信口雌黄。他当即掏出手机，给当时办案的民警拨了过去。你别走，我现在就打电话，咱们当面对质。要是派出所的说钱追回来，你老老实实抽4气2嘴巴子。你打啊，谁怕谁？赵香桃一脸的有恃无恐。很快电话就接通了，唐景松立刻开了免提。宋警官，你们是不是已经把姓廖的骗的那些钱追回来一部分？现在有人说根本没这事，还说什么我也是骗钱的同伙，你得给我作证啊！电话里的宋警官听得直冒汗。唐先生，你把这事和人说了，不是跟你说别讲吗？有人说我是骗钱的同伙，我能不说吗？再说了，这事又不违法，说白了，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宋警官，你就说吧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宋警官听到这话，整张脸都苦成茄子了。这笔钱还真不是你的，只不过你闺女和女婿怕你又去跳楼自杀，特意让我们转交给你。听说是因为家里的关系不太好，才让我帮忙隐瞒下。可你唐景松现在又偏偏自己把事情捅出来，还让我帮你作证。这要是说钱追回来，回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得过来闹。要说钱没追回来，这当初的事情不就曝光了吗？老唐，这事你就别吭声了，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，你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啊？宋警官还想劝说，可唐景松哪里会听？赵香桃，你跟宋警官说，你那个什么狗屁侄子到底怎么传话的？哼，说就说，我侄子昨天去你们派出所问过，你们说钱1毛钱也不可能追回来，是不是？你要说不是，我现在就让侄子去你们派出所，咱们也当面对质。宋警官头疼的不行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他也没有办法再瞒了。你侄子就别来了，那些钱的确1毛钱都追不回来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姓廖的已经潜逃国外，想抓他比登天还难。至于唐先生的事，我也瞒不住了，那笔钱其实是你女婿送来的，人家怕你再闹着跳楼，又说你们关系不太好，就特意让我帮忙撒个谎，说是投资追回来的赃款。唐景松和赵香桃都听得当场愣住，唐景松更是脸色发沉，那些钱居然是叶枫送来的。宋警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当初我不是说了吗？当初是你女儿和你女婿说你们家关系不好，怕你知道了不愿意要，我才特意配合一下的。我知道撒谎不对，可他们俩也算用心良苦。老唐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家有什么矛盾，但能摊上这么一个有心的女婿，你就别瞎折腾了。唐景松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宋警官说的没错，如果当初知道这些钱是叶枫送来的，别说几十万，就算几百万他也不会要。而且如果赃款真的被追回，又有什么好保密的？为了安抚民心，理应把这件事积极往外界透露才对。那边电话挂断后，赵香桃再次撇撇嘴，行吧，你女婿还真有本事，北区那么贵的房价都能买得起别墅。老唐，啥时候给我们家也介绍介绍，牵个线，
跟着混口饭吃呗。吃个屁！唐景松骂了一句，转头就走。赵香桃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，直接哼了一声，嘚瑟个屁啊！回到家中，唐景松就怒气冲冲地拿起手机给唐明海拨了过去。明海，知不知道你妹妹现在住哪？不知道啊，爸，又怎么了？他现在是真怕接到父母的电话，上回老两口让他去讨要那些钱，唐仲威的一番话差点没把他给羞死。我刚才碰到赵香桃了，她说你妹妹现在住在北区的别墅里，还开上百万的豪车，还有上回派出所说追回来的赃款都是假的，其实是叶枫偷偷摸摸让他们转交给我的。啊！唐明海很是惊愕，北区的别墅起码也得好几千万，唐仲威怎么可能住得起？而那所谓的赃款，竟然是叶枫给的。爸，你这有听谁说的？赵香桃吗？赵香桃那性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喜欢挑事，她说什么你都别信。我已经给派出所打电话核实过了，人家宋警官亲口跟我说的，这还能有假？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家，我去银行取钱，给我把钱砸叶枫脸上，他的臭钱，我唐景松就算饿死也一分钱都不要。唐明海已经快疯了，在他看来，叶枫拿几十万来安抚岳父也不算太难理解，卖老婆吧，总得给点安慰。可这事唐仲威一定也知道，如果他真像父亲说的那样做，估计妹妹真能把他恨一辈子。怎么啥破事都让我干？你要觉得好办，干嘛自己不去？可这话唐明海又不敢明说，只能仔细斟酌着词语。爸，我觉得吧，就算这是叶枫给的，你也没必要还回去啊。他要真是靠卖了微微弄来的钱，那都算是给微微的补偿，留在你手里，以后给微微用，不比还给他好。唐景松听得满脸怒意，我自己又不是养不起闺女，要她的臭钱干什么？我嫌脏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，到时候别说我做事学。唐明海揉着太阳穴，只觉得头疼不已。叶枫为人如何暂且不论，可你把人家的房子卖了，又去要了一笔乱七八糟的钱，如今还要把这几十万也还回去，难道就没想过真正受伤的是谁？如果叶枫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还回来，只怕他高兴都来不及，唯一会伤心难过的只有小妹啊。然而这些道理他是和唐景松说不通的，因为这位固执的父亲眼里只有叶枫的坏，根本考虑不到其他的事情。可倘若真让唐景松去了，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。那你先把钱转给我吧，我回头去找他们。唐景松二话不说，直接就用手机把钱转过去。唐明海看着手机上的入账信息，愁得直叹气。此时董云倩走了过来，她是唐明海最近才确定恋爱关系的女友，之前要买房结婚说的就是她。